开源掌机、安卓掌机界谁家的镰刀最锋利呢？兄弟们可以走一波弹幕啊！我看到有弹幕说安波尼克。周哥的机器确实比较多，如果要选出一台性价比最高的，我投给 RG35XX。这台小机器迷你复古，方便携带，颜值也不错，价格也比较划算，只是性能非常勉强。官方给它的性能定位在 PS1 以下。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机器是 RG35XX 的升级版 RG35XX Plus。这款机器可以说是对原版35XX 的全面升级，我们赶紧来一起体验一下吧。在收到货之前，我还以为就是同一套模具，加了点电池，换了颗芯片。但是收到后，我发现这套外壳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是一套全新的外壳。二者高度与宽度基本保持一致，但是新版屏幕区域要更薄一些，手握区域 35XXP 要厚上一些，并且还拥有基本已经灭绝的电池快拆设计，拧下螺丝即可拆下后盖，但是电池还是不太好取下的，感觉像是在致敬经典。新版电池为3300毫安时，对比原版早期的2100毫安时续航要持久得多。官方数据是续航8小时。虽然整机重量比原版重上一些，不贴钢化膜的情况下来到了195克左右，但是由于厚度的增加，在双手持握时会觉得比原版更加舒适一些。不过新版在单手盘的时候就不如老版舒服了。35XXP 对比 353V 以及 450V 还是要小上一些的。另外，新版外壳边缘处过渡要比原版更加圆润一些，更加自然，整体看起来更加协调。除上述变化，机身正面按键位置以及扬声器开孔都有轻微调整。新版按键之间的间隔要比原版大一些，十字键边缘处也做了一定圆弧处理，整体看上去新版要更加协调，但按键手感还是基本保持一致的，都是很舒服的导电硅胶。并且使出吃奶的劲儿按下某一颗按键不会出现串键现象，十字键也不会有串键情况，搓招响应灵敏度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搓招时段落感与反馈不是很明确。在按键测试中，我发现，在按下一颗按键之后，在按其他按键的时候无法触发相应键值，好在正常使用时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吓了我一跳。机身背部肩键采用了微动按键，在新版上也有改动，原版是水平排布，而新版采用了更加符合人体工学的斜向排布，按压起来比原版要更合理、更舒适一点。外侧肩键可以用食指关节轻松按压，内侧肩键用指尖可以轻松按压，触发力度很轻，反馈也很干脆，并且平放时肩键不会卡桌面，这点深得我心，但依旧有些松垮。另外，震动马达原版和新版都是支持的。机身四周接口部分没有大改动，双 TF 卡插槽、mini HDMI 接口、耳机孔以及电源键都在原来的位置，但是音量键会有一点不同。仔细看外壳美工线也会发现有轻微不同。总体来说都是新版看起来更加协调。不变的是外壳材质，新版与原版都比较不错，是带有一定磨砂质感的硬塑料，表面涂层也比较厚实，不容易产生使用痕迹。另外，新版的外壳颜色更接近于我心中的复古灰。这个指示灯我强烈建议官方修改一下逻辑，目前是熄屏待机状态下，运行灯也会常亮。如果改成熄屏时灭灯，我心里会舒服一些。另外，在熄屏待机状态下放入裤兜内会有轻微发热情况，大家要注意一下。扬声器方面，二者都为单扬声器，实际音质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屏幕方面，在外观上对比，二者变化比较大。原版灰色版本的屏幕边框与机身的颜色做了一定融合，而新版统一使用了黑色边框。屏幕四周是有一定弧度的，有一种溢出来的感觉，看起来还是有一定高级感的。另外，带黑边的屏幕在视觉上总会觉得要大一些。如果你想贴膜，只能贴官方附送的小一圈的钢化膜，强迫症会有些难受。屏幕素质方面，二者都采用了 3.5 英寸640×480分辨率 IPS 屏，在4000分之一快门下测试都不会存在频闪现象。亮度方面，原版35XX要更亮一些，二者色彩表现基本差不多。本次除了电池方面的升级，最大的升级就是性能方面，芯片升级到了全质的 H700，这又是一颗什么神奇的芯片，我们不得而知。官方给出的性能数据是35XX的2倍左右，在打开游戏的速度上也有很明显的体现。但是吐槽一点，不管什么模拟器游戏在退出时都会经历几秒钟的等待时间才能回到游戏列表，甚至比进游戏的时间还长，甚至比35XX原版退出游戏的时间还长，这一点有点影响使用体验。它的性能就是能愉快地玩一部分 PSP 游戏的水平，但是这台机器是不带摇杆的，玩 PSP 又有一点不搭。
当然，对比原版只能玩一部分 PS1 的芯片，提升还是比较大的。除了芯片，内存也由原来的256兆 DDR3 提升到了1G 的 LPDDR4。实际游戏表现 ，PSP 铁拳6勉强可以在1倍分辨率下游玩，山脊赛车也是很勉强。 但是在重启之后，山脊赛车莫名其妙的又可以跑到60帧了，而退出一次再打开游戏时又锁在了30帧，但是画面还是流畅的。PPSPP 模拟器中画质设置没有改动过，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看别的 UP 主 PSP 模拟器运行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时间有限，我就不折腾了。知道原因的朋友还请指教一下。DC 疯狂出租车可以较为流畅的运行。 NDS 中的山脊赛车也可以流畅运行。其他模拟器的运行效果都还不错，在全能模拟器中，遮罩和复古滤镜都可以自行设置。在以上测试游戏中，即时存档也都可以正常读档。 整个系统简单易用，搜索、分类、收藏等都比较明了。系统方面的设置也类似于早期的功能机，没有复杂的逻辑，比较纯粹，到手即玩，不需要任何折腾。值得一提的是，机身内置了各个游戏的模拟器，在游戏厅中可以点开各个游戏直接游玩。不同模拟器菜单界面的功能也不同。 除此之外，35XP 还内置了全能模拟器，在这里可以折腾的选项更多一些。当然，对于开源掌机软件方面我不专业，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好。后续应该还会支持其他大佬开发的更好用的系统。除了上述提升，35XP 还加入了 WiFi 与蓝牙功能，支持配置极高的多人联机游戏，也支持外接蓝牙手柄，所以你可以外接大屏之后连接有线手柄或是蓝牙手柄，把它当成游戏主机游玩。但是我试了下，蓝牙耳机是不可以连接使用的。 另外，它还可以实现串流来游玩 PC 游戏。串流之后，手柄会被识别成 Xbox 360手柄，当然只能游玩不需要摇杆的游戏，并且屏幕比例也不是特别合适，绝不推荐冲着串流购买这台机器，只能算作加分项。总之啊，这是一件合格的老男人玩具，它机身小巧，非常方便携带，它可以装满我们童年的回忆。 可以装满 PSP 以前的回忆，性能也可以完美覆盖这些游戏。300多块钱买一个复古怀旧的赛博核桃，各位觉得值得吗？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支持一下。我是峰峰，我们下视频再见，记得关注我。